运仙峰周围峭壁，云雾缭绕，那一条通往天空的天梯之上，应该就是神元宫的所在。画面变化下，已经出现在了天梯之上的景象，那气运气息在这里变得更加明显与真实。如果站在天梯之巅处，可以看到无数宫殿楼宇，每一座都散发着令人惊叹的奢华气息，金碧辉煌。一座特别巨大的金色宫殿矗立，散发出浓烈的奢华与神圣气息。一条神圣的金龙在宫殿的顶端高高矗立，煌煌巍巍，仿佛守护着这座宫殿的每一个角落。金色的光芒洒落在宫殿周围，照耀着整个天空，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之中。金龙在宫殿的屋顶上昂首挺胸，龙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气运如浪潮般翻涌。它身上的龙鳞闪烁着金光，宛如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和神秘。每一次它的呼吸都伴随着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四周流动，让人不禁感叹它的强大与神秘。站在这座巨大的金色宫殿门前，让人有种莫名的敬畏与敬重。宫殿的存在让人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，仿佛是一个传说无上的神话故事在眼前真真切切地上演着。宫殿之内挂着一幅由金龙图腾打造的长廊，由龙头到龙尾皆是条条巨龙，龙眼静默，龙鳞熠熠生辉，脊梁上还有刻着古字的纹路，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图景，更是彰显了神元宫无上的权力和威慑力，令人心生敬畏。宫殿中人来人往，神秘的静穆丝毫不减，众神元宫的弟子行动严谨，肃静之中却展露出一股不可侵犯的神圣。在龙形的大柱子间高耸着一座神圣的巨龙鼎碑，9天10地之间，勇者谁敢不向他叩首？那巨龙遥遥而望，仿佛是要化为永恒之玉，将整个神元宫跟运势联系在一起。一道道波光隐没在里面，更仿佛是一种抽象形象，跟着气运之势而运转。宫殿内外，所有人都精诚团结，举手投足间透射出哀上灼人的光芒，变幻莫测的脉络中，让人的心旋转不止。神聚于此的感觉，让人感受到这神元宫的宏大浩荡气场。此时，在宫殿的深处，一座龙椅宝座上，坐着一位身着黑金色衣袍的男子，身躯修长，身体的表面有着精气蒸腾，有龙气缠身，龙吟震天地，大道气运散发，犹如是一尊掌控大道之法的主神，充满着莫名可怕的威压。而他就是神元宫公主元尊，而在元尊的身边还有3道倩影，其中一道倩影，她的眼眸宛如星空般的深邃，一头璀璨的金色长发散发出那种尊贵之气，简直绝美极了，犹如倾国倾城的美人。而她就是夭夭。另外一道倩影，一身招摇鲜艳的红裙，突出她凌厉霸道的性格，那绝美的容颜在几年间沉淀了令人迷醉的成熟风韵，愈发美艳，男人见了都得直不起腰。这就是武瑶的诱人魅力。那最后一道倩影，则是一袭身穿紫裙，女孩容颜清美绝伦，紫裙覆盖下的身姿曼妙，小腰纤细，曲线玲珑有致，起伏如险峻山峦，其长腿可谓是霸道，与武瑶有所不同。她的气质显得温润柔和。如果说武瑶是那如火明焰的红宝石，那她便是沁人心脾的温润阳之玉。这3道绝美倩影，皆是神元宫的3位主母，元尊的3位爱妻，夭夭、武瑶、苏幼薇。不过，他们4人仿佛现在正在商讨着什么事情一般，他们的脸上并没有一丝笑容，反而看着自己眼前的男人，但是脸上多了一丝担忧。你怎么又施展了元印？你不知道那元印目前还是不完整的吗？一旦施展的话，那股力量会吞噬你的气运之力。夭夭有些生气地嘟囔道。元尊则是无奈一笑，然后用手抚摸着她这位大主母的绝美脸颊，笑道：瑶瑶生气了，竟然还是如此的动人。见这位神界大传奇回到神元宫就这么的不正经，夭夭倒是不好气地白了他一眼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此前前往了神器联盟去营救萧炎那3位小兄弟，不过也与魔神交手了几招，对方的实力虽强，但魔神刚苏醒，实力跌落到大道极限，对抗魔神倒不是什么问题，但为救林动和沐尘2位小兄弟被炼化成玉魂，必须要摧毁天域中的那一丝造化之法，从而破除他们与玉心的联系，才能将其救出，不然我也不会付出代价去施展不完整的元印。元印乃是元尊的最强之力，只不过元印虽然非常的强大，充满无穷智慧的力量，但它并不是完整的存在。在元尊领悟了元印后，每当施展出来后，自己的气运之力就会彻底的流失，想要恢复气运之力，就需要疗养1年的时间，这就是施展出元印后的代价。不过元尊并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，他相信萧炎、林动、沐尘3人日后将会彻底的脱胎换骨，成为不弱于自己的强大存在，他们也定会领悟属于自己的大道之法。但元尊使用了元印之后，也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每一次施展元印后，虽然气运之力被吞噬流失，可1年之后，自己不仅气运之力恢复，更是让自己的实力提升数倍不止。而且元印所带来的好处，更是能够在后期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运势，因为此印不是寻常的神之技能。当然，元印也不能频繁使用，如果频繁使用，那会过度消耗气运之力，甚至无法提升实力的风险。所以这一次元尊为了能够让林动和沐尘2人的玉魂解除被玉心的控制，就施展处于了元印。然而这一次的施展，怕是1年之后应该就能够突破大道极限，如果机缘足够，那么定会触及造化之法的门槛。
那个叫萧炎的小兄弟，我们倒是见过，他的天赋和所修炼的炎之一道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。而且，如果能够领悟炎之一道的极致玄妙其精髓，必定可以触及大道。1151、苏佑威三人都见过萧炎，在他们的面前，萧炎也施展出极其非常强大的战斗力。